喜力啤酒海尼根，只要会喝酒的人就会知道，无需过多解释。可你不知道的是，在它的背后发生过太多离谱的故事。创办人意外离世，寡妇铁血守夜，少主夺权复仇，掌门人被街头绑架，啤酒世纪大战，一个家族一瓶啤酒，4代人将近160年。海尼根家族与喜力啤酒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好，我是胖猫，咱们的故事这就开始。回到19世纪中叶的荷兰，彼时海上马车夫的黄金岁月已经褪去，阿姆斯特丹到处是破败的房屋，贯穿城里的运河每天都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工业革命席卷欧洲，荷兰掉队了，经济失速，民生塌陷。阿姆斯特丹有近1半的人口沦为平民，甚至是赤贫。1841年9月28日，吉拉德·阿德里安·海尼根就出生在这座城市。和当时城里的大多数人不同，海尼根家族非常有钱。吉拉德的祖父与父亲科内利斯都是成功的商人，家族主营奶酪的贸易生意。母亲安娜也有来头，在改嫁给父亲科内利斯之前是一位寡妇，前夫舒马赫在西印度群岛贝尔比斯经营着种植园。1833年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一大笔财富，所以杰拉德出生在一个体面的商人家庭，衣食无忧。1862年，杰拉德21岁，这一年他的父亲科内利斯因病去世。作为家中的长子，按照当时的常理，他应该接过父亲留下的奶酪生意，把这份已经成型的家业继续经营下去。但他并没有，他把目光放在了另一门生意上，那就是啤酒。隔年1863年6月，他听说阿姆斯特丹城里的甘草堆啤酒厂正在寻求转让，对外开价86400荷兰盾。杰拉德觉得这是个机会。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甘草堆的底子并不差，这家酒厂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592年，按照咱们的年表计算，那是明神宗万历年间。当时他们曾经是荷兰规模最大的啤酒厂之一，巅峰时期生产出来的啤酒甚至沿着荷兰通往东方的贸易航线被送到了荷属东印度。也就是说，这家厂子有历史，有名声，也有生产基础。可现如今这款老招牌它撑不住了，酒厂亏了10来年，几乎就要倒闭。问题出在了哪里？一个是市场环境。19世纪中叶，荷兰的酒类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城里的精英阶层和体面人更愿意喝葡萄酒，因为那个看起来更上档次，也符合他们的身份。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则喜欢价格便宜、酒劲更大、容易保存的杜松子酒。传统啤酒夹在中间，档次不高，喝了也不上头。这么一来，产品的市场定位就显得有那么点尴尬。另一方面，他们做出来的啤酒品质的稳定性太差，好坏全凭酿酒师的手感，工艺跟不上，做出来的酒口感酸涩，而且还很容易坏。而甘草堆内部的管理那更是一团乱麻。当时这家酒厂大大小小有80多个股东，800个心眼子。所以你看，一家老厂子面对市场衰退，产品质量失控，管理跟不上，他不亏才怪了。好在这吉拉德有自己的判断，他觉得只要能够把啤酒的品质稳定下来，把消费者对这块老招牌的信任重新找补回来，这家酒厂还能做，但前提是他必须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在和酒厂董事会见面的当天晚上，吉拉德就匆匆忙忙地给老妈安娜写了一封信，信里的意思，管他老妈要86400块，让他一次性把厂子给买下来。原话是这么说的：要么全买，要么拉倒，否则都是浪费时间。1864年2月15日，甘草堆酒厂正式登记在杰拉德的名下，喜力海尼根宣告成立，距今162年。现在坐在老板办公室的杰拉德立刻开始动手改革。他做的第一件事，给客户、零售商以及亲友写信，许下承诺，今后从他酒厂买的啤酒一旦变酸变质，都可以无条件退货，所有损失由酒厂负责。接下来杰拉德开始搭建自己的代理分销网络。你可别忘了，他们家本来就是做快销的，这些东西轻车熟路。新厂投产第1年，啤酒销量就翻了1倍，突破了5000桶。这对于一家连年亏损的老厂子来说，已经不算是小修小补了。他证明了杰拉德的第一步走对了，先用信用把市场拉回来，再用渠道把酒给推出去。但这些还不够，要想更进一步，就必须改造生产本身。杰拉德迅速在阿姆斯特丹郊外又买下了一块新地皮，建造新工厂。1867年，新喜力酒厂落成，他在新厂率先引入了蒸汽动力。
用于加热麦芽、水、啤酒花的混合物。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能为工厂供应大量的废水，这对维持酒厂的清洁卫生非常重要，保障啤酒不容易坏。紧接着是进行工艺转型。当时荷兰本地的传统啤酒大多属于上层发酵，颜色深，酒体浑浊，味道不稳定。这种酒适合以前的老酒馆，可现在呢，时代变了。巴伐利亚那边底层发酵的拉格正在兴起，这些巴伐利亚啤酒进入到荷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尤其是富裕阶层的青睐。杰拉德果断决定压住拉格，为此他特地跑去了德国，请来了酿酒师威廉·菲尔特曼，让他来主导拉格的酿造。菲尔特曼这个人啊，确实是有2把刷子，但不近人情，脾气啊特别臭。但杰拉德心里面清楚，这个人是块宝，平时能让就让着他。有了费尔特曼的助力，喜力的工艺水平往上提升了一大截，这销量自然也是好了起来。而就在这时，阿姆斯特丹城里突然杀出了一路人马，阿姆斯特来了。1870年，同样也是阿姆斯特丹的几个富家子弟，看着啤酒市场被吉拉德带火了，眼馋也想来分一块蛋糕。跟喜力从干草堆那间老厂房一步步翻身不一样，阿姆斯特上手就搞大动作，直接建了全新的大规模工厂，摆明了要用资本压喜力一头。1872年，阿姆斯特刚投产第1年，荷兰啤酒市场瞬间变天，各方竞争直接就杀到了白热化，而且他们的产量简直恐怖，1年就能产100万升。你要明白，规模产能的提升就能带来成本优势，就可以在价格上具备市场竞争力。更何况他们卖酒的路子也很激进，全程资本砸钱开路，高举高打。城里的酒吧、啤酒馆、餐馆被他们挨个猛攻，还派了一大堆销售人员沿着铁路沿线一个城镇一个城镇的去谈代理商，说服旅店和酒馆老板卖阿姆斯特。在如此强大的攻势下，市场上另一家荷兰皇家巴伐利亚啤酒厂率先出局倒下。吉拉德一看这架势，好家伙，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要反击。但要跟阿姆斯特正面硬刚，就得提升产能铺市场。可这会儿建新厂哪里还来得及？办法只有一个，买厂合作。1873年，杰拉德找上了鹿特丹的老同行陈树啤酒厂，谈妥了70%的入股协议，合资成立了 HBN。 这个名字一用就是100年，直到197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你可别小看这只是一个控股公司，喜力后来庞大的全球啤酒帝国股价打这儿就开始搭了。这下好了，鹿特丹的工厂加上阿姆斯特丹的干草堆老厂，产能总算能跟阿姆斯特扳手腕了。从这以后，有阿姆斯特的地方就准能见到喜力，两家是势均力敌，荷兰双雄这一战就是100年。缓过一口气后，杰拉德找到了费尔特曼，他对费尔特曼说：“老费啊，我想来想去，还是得去一次巴黎。去干啥呀？去评奖。各位，你们想，19世纪的巴黎那是什么地界？有世界博览会，有上流社会的餐桌，你只要能在巴黎闯出名堂，整个欧洲市场就不在话下。”他拍了拍老费的肩膀说：“兄弟，家里就交给你了，你可得把啤酒调好了，守住咱们的招牌。我带着酒去巴黎参展，争取拿个好名次。”老费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没问题。”1875年，杰拉德把喜力带到了巴黎国际展会，摆在了当时世界上最挑剔的评委面前。结果喜力一亮相就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一举斩获金奖。巴黎最知名夜总会厂子女神游乐厅的老板立马找到了吉拉德，说：“兄弟，我这儿每年给我拿20万升。”这张订单不光让喜力进入了巴黎夜生活的核心地带，扩大了知名度，更让这支荷兰啤酒从此拥有了一个更大的故事。1876年，路易巴斯德发表了一篇名为《啤酒研究》的文章，第一次把啤酒发酵这件事从科学的角度讲清楚。随后，丹麦加斯伯实验室的汉森又进一步从单细胞培养纯酵母。1885年，老费对吉拉德说：“你看啊，人家的加斯伯都搞实验室了，咱们也得跟上，培养自己的酵母。”吉拉德当场拍板说：“兄弟，你说咋搞就咋搞。”1886年，喜力的鹿特丹实验室正式开张，实验室负责人请来了路易巴斯德的学生哈托格·艾利恩博士。同年，艾利恩就改良了加士伯汉森的纯培养装置，这下了不得了，大名鼎鼎的喜力 A 酵母诞生了。这株酵母是喜力啤酒味道的灵魂，一直延续到今天你手里的那一瓶。至此，到了19世纪90年代，喜力已经成为了欧洲响当当的啤酒厂之一，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1893年3月18日上午，喜力股东大会如期召开。作为公司的掌舵人，董事长杰拉德刚要站起身来向在场的股东们发表致辞，突然他猛地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最终查明死因是急性心脏病猝死。那一年吉拉德51岁，正是当打之年。吉拉德身后留下的是不满7岁的儿子亨利·皮埃尔·海尼根以及妻子玛丽·廷德尔。各位，这是什么局面？老皇帝突然驾崩，权力真空，少主年幼，孤儿寡母，这事情他就复杂了。最先跳出来的人，你猜猜是谁？老费。吉拉德去世后，他的股份被遗孀玛丽继承。老费作为公司的首席酿酒师，也是公司的管理层董事之一。他跑去对玛丽说：“你看你一个女流之辈，也不懂公司经营，不如把手里的股份给卖了，拿钱走人，后半生也可落得逍遥自在。”如果换作是软性子的寡妇，说不定她真就同意了。可玛丽想都没有想，一口回绝：“不可能！”眼见一计不成，老费又想出了个馊主意，他居然对玛丽说自己爱上了她，对他发起了疯狂的追求。玛丽一看，我去老费，你这算什么呀？压根就不搭理他。但他也没有直接翻脸，毕竟老费这个时候是公司的技术一把手，现在闹僵没好处，有些事情要慢慢来。你们发现没有，玛丽并非善茬，她其实是个狠角色，狠到什么程度？先说吉拉德的儿子亨利·海尼根，他不是吉拉德亲生的，是玛丽和另外一个男人朱利叶斯·彼得森所生。彼得森又是干嘛的？他是个骑师，玛丽爱好骑马，两个人走得很近，所以答案是在外面打拼事业的吉拉德被绿了。兄弟们要引起警惕以史为鉴，别光顾着挣钱被人偷家了。那么杰拉德当初知不知道这件事？当然知道，可后来不管是为了维护家族的颜面，或者是其他，最终他原谅了玛丽，也接纳了这个孩子作为儿子。接着为了彻底杜绝老费的权力企图，1895年，也就是杰拉德离世后的2年，玛丽决定干脆嫁给彼得森，并用手中的股权强行任命这位毫无商业和酿酒经验的骑师担任喜力的董事以及后来的董事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公司的实权在玛丽手上，她行事杀伐果断，气场压人，公司里面上上下下都敬畏地称她为玛丽夫人，甚至背地里喊她陛下。到了1897年，玛丽将老费踢出了 HBM 喜力董事会。虽然在技术上老费依然负责酒厂的运作，但公司大权早已被玛丽夫人死死握在手中，而这一握就是10几年，一直熬到1914年7月，他的儿子亨利·皮埃尔·海尼根学成归来，拿到化学博士学位，正式踏入喜力集团，玛丽这才将儿子扶上大位。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坚持不会让这个孩子改姓骑师彼得森，他要把公司还给海尼根家族，让这个姓氏一直传承下去。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对得起前夫吉拉德的事。还有一点，你发现没有？他让亨利攻读的是化学，海尼根家族不能再吃被外人拿捏技术的亏了。现在儿子回来了，老费必须除掉。3年后，1917年，亨利因购买新锅炉要升级设备，与老费等一干董事在会议上爆发激烈的冲突，并将他们反锁在会议室中，最后逼迫年事已高的老费离职，彻底将他扫地出门。现在我们把视线从公司内部转向外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席卷欧洲，荷兰虽然保持中立，没有卷入战争，但横跨欧洲的贸易线路断了。原本喜力还能从中欧进口大麦，但到了1917年，渠道被全部封死。亨利·海尼根这位顶着化学博士头衔的年轻掌门人，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带领团队疯狂寻找替代品。他先是用米、糖、木薯粉，后来甚至连郁金香和风信子的球茎也被磨成粉拿来测试，看看能不能作为酿酒原料。今天看起来很荒诞，但放在当时是为了维持生产的现实选择。等到1918年一战停战协议刚签完，亨利就带着公司全面复苏。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到1921年，喜力交出了一张亮丽的成绩单，全年利润达到了约200万荷兰盾。到1923年，喜力的年产量攀升到4980万升，彻底超越了所有对手，坐上了荷兰啤酒市场的头把交椅。
同时，亨利完善了喜力员工的保障体系。1923年，喜力正式推出了员工养老金制度，年收入低于4000荷兰盾的员工不用自己掏1分钱就能享受养老金保障。后来，他还自掏腰包设立了帮扶贫困员工的专项基金，因此喜力在当时的荷兰得了个特别的外号，叫红色酒厂。到了1920年代后期，喜力正式启动了系统性的海外扩张。1927年，喜力拿下了布鲁塞尔的利奥波德酒厂，这是喜力100年历史上第一笔跨国收购。很快，喜力的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东方。1929年，亨利派出了彼得·费特前往荷属东印度考察。费特返程途中在新加坡稍作停留，他发现新狮集团早就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做汽水生意，手里面握着成熟的饮料渠道和本地市场资源。而喜力这边最强的是酿酒技术、实验室能力和品控体系，双方一拍即合，合资成立了马来亚啤酒公司。1932年，新加坡的酒厂正式投产，推出了后来风靡整个东南亚的虎牌啤酒。单看商业成绩，亨利绝对不算平庸，他扛过了一战，带着喜力登顶荷兰市场，推开了全球化的大门。但走进这个人，你才会发现他对商业其实内心当中没有兴趣。用他儿子第3代喜力掌门人弗雷迪的话说，父亲真正想要的生活是在一个小阁楼里安安静静的弹钢琴。1934年，亨利成了阿姆斯特丹著名音乐厅的主席，有时还会亲自登台演奏。他甚至叮嘱公司的同事不要去伦勃朗广场附近的咖啡馆，因为他常常坐在那里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弹钢琴，不希望被公司的人撞见。而此时他的家庭也在失控。1919年，30多岁的亨利和年仅18岁的卡拉结婚，婚后两人有3个孩子，大女儿切斯卡，二儿子弗雷迪，还有个小儿子叫罗伯特。弗雷迪后来回忆说，在这个家庭里面，每个人都像迷失了一样。婚姻的裂痕越来越深，亨利频繁地沉迷于酒精和社交场所，也无心打理公司的具体事务。当喜力从一家荷兰本土酒厂变成了一个横跨多州、牵扯到跨国资本、银行合作、地缘风险的复杂商业体时，亨利的性格已经撑不起这种高强度的商业博弈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改变喜力命运，也间接改变了海尼根家族走向的人登场了。他叫迪克·斯蒂克，1935年加入喜力董事会。斯蒂克出生于荷兰格罗宁根的一个银行家家庭，亨利名义上还是董事长，但在这一时期，他逐渐将经营权委托给了斯蒂克。斯蒂克预判到了战争的风险，他读过希特勒的著作，清楚一旦欧洲开战，啤酒厂会立刻陷入原料短缺，和一战的时候一样，所以他提前开始布局，要把整个荷兰啤酒业联合起来，一起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战争刚过3周，1939年9月18日，在斯蒂克的全力推动下，荷兰啤酒业成立了联合组织 CBK， 斯蒂克也成为了荷兰啤酒业的领头人。这个组织后来成了二战期间喜力和整个荷兰啤酒业的保命壳。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仅仅5天后，荷兰宣布投降。德军有明确的规定，驻扎在荷兰的国防军、党卫队和警察，原则上每周至少有2升啤酒配给。德军那句冷冰冰的口号"啤酒必须存在"被斯蒂克变成了荷兰啤酒业的生存理由。他带着 CBK 不断向德军游说，啤酒供应必须由荷兰啤酒厂联合负责，才能保证稳定有序，绝对不会断供。德军最终接受了这个方案， CBK 也因此成为了荷兰酿酒原料的唯一授权采购方，统一拿到粮食，再按战前的营业规模分配给各家酒厂。这套体系全方位护住了荷兰啤酒业。同时 CBK 不断向德军强调酒厂员工的不可替代性，帮助大量的荷兰青壮年躲开了被送往德国劳工营的命运。喜力能在二战里活下来，斯蒂克功不可没。可与此同时，海尼根家族对这家公司的股权优势却在一点一点变薄。1932年玛丽夫人去世的时候，交给亨利手上的 HBM 股份是 62.4%， 家族对公司的控制还相当稳固。1939年，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2500股新股，每股面值1000荷兰盾。这对公司来说是一次财政和资本结构上的调整，可对海尼根家族而言，代价是外部股东被请进了门，原本集中在家族手里的股份被摊薄了。亨利没有在这个节点设置优先股，虽然家族仍然是喜力最重要的股东，却不再拥有绝对控制权。之后，随着公司继续融资，税务压力上升，再加上亨利婚姻破裂后的财产分割，海尼根家族对喜力的控制已经彻底松动。
1947年，身在西雅图的弗雷迪给父亲亨利写了一封信，信里他没有把家族股份流失的责任全部推到父亲的身上。他说，这里面有太多的时代和环境的无奈，父亲未必能够改变。但在信的结尾，他写了一句话：我这一生会拼尽全力让 HBM 的多数股份重新回到海尼根家族的手里。1948年夏，24岁的弗雷迪携新婚妻子从美国回到故土荷兰。回来后，他一心想要夺回喜力，可父亲亨利手中的 HBM 股份已经只剩2成。弗雷迪的办法是先成立一家个人控股公司 HBBM， 再把自己持有的 HBM 股票转到了 HBBM 这家壳公司名下。接下来，他再用股票做抵押，去向银行、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借款，融来的资金全部用于在市场上悄悄买入 HBM 股票。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然后他劝说姐姐切斯卡将手中的家族股份收拢在一起。到1951年，亨利正式退位，弗雷迪进入 HBM 监督董事会，却依旧被管理层架空。老家伙们还劝他说，好好适应公司的规则，说白了就是让他安分守己。但这些不可能阻挡弗雷迪的脚步。1954年，弗雷迪获得了关键支持。早在1873年就参与喜力初始投资的霍伊尔家族，愿意将手中的关键股份与他深度绑定。这么一来，海尼根家族终于拿回了 HBM 的多数控股权。喜力第3代掌舵者弗雷迪的时代开启了。二战后的欧洲，啤酒市场也在变革。过去啤酒的主战场是酒吧，消费者喝什么全由酒吧老板和经销商说了算，酿酒商只要讨好渠道就可以了。可到了1950年代，更多人把啤酒放进了自家冰箱，在家里面喝。这场渠道革命直接改写了啤酒行业的胜负规则。在超市的货架前，消费者没有时间听你讲100年酒厂史，他们伸手的那一瞬间决定购买与否的往往是颜色、包装和品牌记忆。弗雷迪看准的就是这一瞬间。过去的喜力标签字体颜色并不统一，放到货架上辨识度不强。弗雷迪推动了一次全面的品牌改造，椭圆形标签被固定了下来，品牌名去掉了撇号和 S， 只留下了干净的 Heineken。原本硬邦邦的字母改得更圆润，那个微微倾斜的小写 E 后来变成了微笑 E， 红心、黑横条、啤酒花藤也被统一纳入了喜力的品牌系统。当时大多数啤酒瓶都是棕色的，因为棕色可以更挡光，保护啤酒的风味。弗雷迪坚持使用绿色，绿色更鲜明、更出挑。这些变化看上去只是包装细节，可一旦放到了超市的货架上，意义就完全不同了。与此同时，弗雷迪也把广告重心转向了家庭消费。过去的喜力广告讲的是酒吧里最受欢迎的啤酒，到了弗雷迪手里，广告开始告诉消费者，有生活情调的人会把喜力带回家。他注意到家庭啤酒的采购权很多时候握在女性手里，广告要打动的不只是餐桌前喝酒的男人，也包括那个真正把啤酒放进购物篮的女人。而就在喜力靠着这场品牌革命一路狂奔的时候，他身边近100年的老对手阿姆斯特却开始慢慢掉队。他们曾经是旗鼓相当的对手，阿姆斯特丹双雄斗了整整100年。可战后的消费转型这件事，弗雷迪看懂了，阿姆斯特却停留在以前，对席卷而来的家庭消费浪潮、品牌心智战争视而不见。到最后，市场上出现了一句扎心的话：人们想到阿姆斯特就会想到啤酒，可想到啤酒，第一个冒出来的却是 Heineken。这时，弗雷迪的野心彻底暴露，他要亲手结束这场100年争斗。1968年8月23日，收购谈判正式启动的前一天，阿姆斯特的内部已经陷入到了疯狂。当时董事会主席埃格伯茨主张卖给喜力，但监事会主席普兰腾加拍着桌子大骂他叛徒，威胁说如果他胆敢走向喜力的大门就撕碎他。然而弗雷迪根本没有给他们思考和犹豫的机会，普兰腾加的话音刚落1个半小时，弗雷迪就出现在阿姆斯特的总部大楼里。他后来冷冷地评价道，我们甚至比他们自己更清楚发生了什么，当时间成熟，我们只需要把文件拍在桌上。接下来是一整个周末，这场改变荷兰啤酒版图的世纪谈判是在喜力执行主席奥斯卡的私人豪宅里秘密进行的。3天时间，2家公司的巨头们就在那里敲定了所有细节。8月27日，荷兰电讯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张弗雷迪充满胜利者微笑的照片。现在弗雷迪才是荷兰真正的啤酒之王。接下来整个1970年代，弗雷迪启动了他的欧洲堡垒战略。他先是在法国撕开缺口，拿下当地酒厂资产，随后一路在西班牙、爱尔兰、希腊等市场高歌猛进，最后拿下了英国。
靠着收购和合作，一步步组织起了一张覆盖全欧洲的啤酒网络。到1980年代初，喜力已经彻底脱胎换骨，集团年销量突破27亿升，成为了当时欧洲啤酒市场当之无愧的巨头。1983年，60岁的弗雷迪已经是荷兰最有威望的企业家，但他没有察觉到，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有几个人正在等他。他们不关心什么绿色标签、百年恩怨、市场份额，他们只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他很有钱。1983年11月9日，阿姆斯特丹这天的夜晚，气温跌到了0度。晚上7点，刚关掉办公室灯的弗雷迪·海尼根像往常一样走出公司办公楼，司机阿布多德勒正守在路边的黑色凯迪拉克旁。就在这时，4个门面男人猛地从黑暗处冲了出来，弗雷迪的衣领被他们狠狠攥住，他本能的挣扎，朝着司机阿布大喊救命。可当阿布冲过来时，被冰冷的枪口顶住了额头，他被2个人架着拖过马路，塞进了一辆橙色雷诺面包车。阿布也被一同推了进来，车子启动，发了疯一样冲了出去。这是荷兰历史上最轰动的海尼根绑架案。策划这场绑架的主要绑匪是2个年轻人，科尔·范豪特和威廉·霍德勒。范豪特仔细研究过1977年荷兰地产商绑架案的细节，他觉得在荷兰绑架富豪这件事能做成。霍德勒的加入则多少带着一些私人怨气，他的父亲曾经为喜力工作了一辈子，对喜力这个名字近乎崇拜，可年老酗酒之后，他还是被公司无情的解雇了。当范豪特针对几个荷兰富豪提出绑架人选时，霍德勒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弗雷迪。为了这场绑架，他们整整准备了2年，偷车、买枪、准备伪装和通讯设备，甚至在阿姆斯特丹西部港区仓库深处用混凝土浇筑了2间隐蔽的牢房。1983年11月9日这天晚上，他们动手了。弗雷迪和阿布被拖进仓库后，绑匪要求他们脱光衣服，只留下袜子和内裤，直到第2天才送来了2套米色睡衣。这对弗雷迪来说是一种羞辱。他那天出门时穿的是定制的灰色西装，袖口别着卡地亚袖钉，领带是爱马仕的经典款。他这一辈子都在意体面，哪怕后来被绑匪逼着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他最担心的也是自己满脸胡茬、狼狈不堪的样子会被登上媒体。隔壁的阿布早已崩溃，2次在看守面前大哭不止。后来绑匪让2个人短暂见面，弗雷迪看到他第一句话竟然是笑着调侃说：“阿布，你怎么也在这儿？放心，这几天的工资我会照付。”就连绑匪都被他的冷静给镇住了。范豪特后来坦言，弗雷迪像个天生的心理学家，总能在绝境里抓住一丝主动权。绑匪问他想吃什么，他会认认真真的写下一长串的菜单，最后又轻描淡写的加上一句：“如果这些做不到，就给我一个水煮蛋也行。”绑架发生1个半小时后，一封信被送到了海牙的一间小派出所。信封里装着的是弗雷迪的手表、阿布的护照，还有绑匪的要求3460万荷兰盾。这是荷兰史上前所未有的天价赎金，在绑匪的计算里，这不过是弗雷迪财富的9牛1毛。弗雷迪的妻子露西尔和刚新婚不久的女儿夏琳第一时间把谈判交给了警方。绑匪设计的付款流程极度复杂，2000捆现金要装进5个邮政袋，总重量足足400公斤。准备就绪后，还要在电讯报的广告分类里登上草地为野兔变绿的暗号。案件的转机来自一封匿名的线索信，警方找到了仓库。11月27日晚上，监视仓库的警员发现有人提着2份中餐外卖走了进去，2份外卖极大概率弗雷迪和司机阿布就关在里面。同一天，绑匪再次让2人举着德国报纸拍照，专家确认人质还活着。赎金交付行动正式执行。凌晨时分，装着3460万荷兰盾的邮政袋，按照绑匪设计的复杂路线，最终从高速公路桥的排水管精准地滑入到了绑匪的卡车。现在钱到手了，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人质并没有释放。而此时绑匪内讧了，他们陷入了争吵，范豪特和霍德勒要携款逃往巴黎，另外2人一个吵着要放人，另一个则选择留在城里听天由命。11月30日凌晨5点，警方决定不能再等了。15名武装警员发起了最后的突袭，直升机在低空轰鸣，警员们破窗而入。面对冲进来的警察，这位啤酒之王的第一句话直接就大骂：“你们就不能早点来吗？”这句话太弗雷迪了。绑架后的80年代，弗雷迪处于事业的最巅峰，但大西洋彼岸，喜力最重要的粮仓美国局势正在变得有点微妙。
几十年来，喜力在美国的江山是由曼哈顿啤酒之王利奥范明星一手打下的。这个老牌分销商在1960年凭借过人的胆识，曾经逼下喜力签了一份坚不可摧的独家合同。他及其家族享有喜力在美国的终身独家进口权，所以即便贵为全球掌门人，弗雷迪在几十年里都无法直接插手美国这个最重要的海外市场。转折点是在1990年，那年4月，老范去世了。他的儿子小利奥留下了一道无解的难题，高达5300万美元的遗产继承税。为了填补这笔巨额税款，范明星家族被迫在1990年底将经营了几十年的进口公司卖回给了喜力总部。喜力终于拿回了梦寐以求的美国控制权，但却失去了那群最懂美国批发商和酒吧前线的老兵。接手的职业经理人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比如在休斯顿俱乐部聘请脱衣舞娘进行促销，这让美国的喜力没有了以前的那种高级感。而就在这个时候，墨西哥的科罗纳杀入了美国。科罗纳的崛起很有趣，加州的冲浪者模仿墨西哥工人的喝法，在啤酒瓶口塞入了一片青柠，这种极具仪式感的瓶中海滩形象瞬间击中了年轻人。起初喜力对此不屑一顾，但市场并不买账。科罗纳的销量从1982年30万加仑，在短短几年内暴涨到上千万加仑。不到10年时间，那个曾经被范明星家族嘲笑为墨西哥汽水的对手，硬是抢走了喜力蝉联多年的美国进口啤酒第一的宝座。1990年代需要更新的市场打法。1995年，弗雷迪卸下了喜力监事会主席一职，他的时代落幕了。弗雷迪只有一个孩子夏琳，海尼根家族的故事迎来了第4代女王的篇章。海尼根家族第4代继承人夏琳·海尼根和他的父亲几乎是两种不同的性格。弗雷迪张扬强势，喜欢亲自坐在广告公司的会议室里，盯着每一个品牌细节。他要让外人知道喜力背后有一个不好惹的主人。夏琳则低调了很多，她长期住在伦敦，很少接受采访。嫁给银行家米歇尔之后，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家庭和5个孩子身上。2002年1月，弗雷迪去世了。夏琳是独生女，不会有继承人战争，她只需要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合适的经理人。2005年，范伯克斯梅尔被推上了 CEO 的位置。他上任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喜力的决策快起来，参与到全球啤酒业合并的浪潮中去。现在是资本的游戏。2008年，喜力收购英国啤酒集团苏格兰纽卡斯尔，进一步巩固英国市场。2010年拿下墨西哥费姆萨啤酒业务，补强美洲。2012年再夺回亚太啤酒公司控制权，站稳亚洲。这3笔交易串起了夏琳时代的主线。他要做的是把家族控制权、职业经理人的专业能力、全球资本运作结合起来。到了今天，喜力早已不是一家荷兰啤酒厂那么简单了。它拥有300多个国际、区域和本土品牌，在70多个国家运营，员工超过8万人。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头来看这160年，会发现海尼根家族真正厉害的地方。杰拉德是开创者，把一间破败的厂房做成了欧洲知名酒厂，他解决的是企业最根本的生存问题。玛丽夫人是守门人，她没有退缩，也没有变卖家业离开，他解决的是家族传承最凶险的一关，创始人走后，公司还能不能留在家族手里。亨利是矛盾的继承人，他懂技术，在1战原料封锁中守住了生产，在战后带着喜力登顶荷兰市场，又推开了全球化的大门。他解决的是技术根基和国际化的雏形。斯蒂克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则证明了家族企业要活得久，血缘远远不够，好的家族企业要能让外部人才补上家族成员的短板。弗雷迪是从属者，他发誓夺回家族的控制权，看懂了消费时代的变化，用绿色瓶子、微笑翼和广告革命把喜力刻进了全球消费者的心里。他解决的是控制权和品牌灵魂。夏琳这一代要解决的是现代资本时代的终极命题，让职业经理人带着喜力参与到全球并购的浪潮中。他让海尼根家族从一个强人支撑的公司走向一套制度守住的家业。所以海尼根家族凭什么活过了100年？每个人在自己的时代解决那个最要命的问题。一瓶啤酒最怕变味，一个家族最怕失控。它是一门生意，穿过160年的风雨，依旧留在餐桌上的全部答案。谢谢大家。